春天萌芽出土，夏天荷花飘飘，秋天树叶被风摇，冬天百草穿笑。四字并成一字，不差半点分毫，数去寒来刮骨刀，斩尽世间的男女老少。感谢您收看烽火照东南，这是悠悠南北朝系列视频的第18期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，喜欢别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，以防迷路。话说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北方，在六镇起义之后是群雄并起，天下大乱。来自武川的一位下级军官宇文恭，辗转从武川迁居到了河北柏林，又跟随鲜于修理起义，结果呢不幸战死沙场。宇文恭最小的儿子后来威震戎夏，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人物。当初他的妻子王氏怀着个小儿子，到第5个月的时候，曾在夜里梦见豹子升天，可是还没到天上就停了。醒来后，这个王氏就把这个梦说给了宇文恭。宇文恭高兴地说：“虽不至天，贵亦及矣。”那么等到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啊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。长大以后是身长8尺，方嗓广额，美须髯，发长尾地，垂首过膝，背有黑子，宛若盘龙，面带紫光，不怒自威。我说到这儿，您一定也猜到了，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西魏的实际掌权人宇文泰。前面侯景必须死那一期视频当中啊，咱们讲过，趁侯景之乱，宇文泰是取蜀治粮，短短几年时间就将原本土地贫瘠、人烟稀少的偏远边陲打造成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北方强国。然而再怎么锐意进取，大权在握，也换不来阎王手中的免死金牌。英雄暮年，宇文泰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下场呢？西魏的带头大哥又会轮谁去做呢？别走开，且听我一一道来。提到宇文泰啊，就不得不说府兵制。那么府兵制到底牛在哪里呢？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呢？我们看东西两魏当时的大环境，经过高欢、宇文泰双雄争霸，战事不断。西魏这边是要兵没兵，要粮没粮。那么大同9年邙山战败之后，出于集权和扩军等多方面的考虑，宇文泰加大了改革军队的力度，下令广募关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除了吸收关陇、河东、河南等地的汉族武装，还包括西北大量的低羌部落。那么这个时期的西魏啊，在兵员构成上大致有六镇鲜卑、中央禁军以及广募关陇豪右之后的乡兵。六镇鲜卑和中央禁军有过去贺拔岳、侯莫陈崇、孝武帝的追随者，这些编制武装力量成分相对复杂，主将和士兵之间联系十分密切，部队独立性较强，隶属色彩相当浓厚，不利于集中管理和指挥，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啊，对宇文泰的个人权威具有较大威胁。而关陇等地方豪强的归附，让宇文泰和高欢一样，不得不面对长期以来早已潜移默化的胡汉矛盾。如何调和矛盾，如何冲出困境，如何更加直接地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宇文泰最终采取了府兵制。从组织关系来看，府兵制的同属关系十分明确，从上到下分别有8柱国、12大将军、24开府。8柱国以宇文泰为最高军事统帅，又以广陵王元欣为西魏皇室代表，以示尊崇，实际上没有任何军权。除了宇文泰、元欣之外，另外6位柱国分别为李虎、李弼、独孤信、赵贵、于锦和侯莫陈崇。这6位每人各自统领2位大将军，每位大将军又各自统领2名开府，每一开府各领1军，视为24军。不管是周书还是北史，我们翻看这段历史，不难发现，宇文泰对于8柱国以及12大将军的人选，无疑是经过精心安排的。我们先来看独孤信、宇文导、元郎这个组合。8柱国之一的独孤信统领宇文导和元郎2位大将军。独孤信在西魏属于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论地位几乎可以与宇文泰相提并论。
宇文导是宇文泰的侄子，西魏初年的所有战役啊，他几乎都参加过。那么齐王元郎是西魏宗室，握有一定兵权。独孤信是有着潜在威胁的柱国，宇文导是嫡系大将军，再加上一位皇室宗亲元郎，三人之间相互牵制的意味啊，显而易见。咱们再来看赵贵和索都大将军王雄、宇文贵。赵贵和王雄同属贺拔岳旧部，贺拔岳被杀之后啊，当时众将商议推举赵贵为首。那么赵贵本人呢，很有自知之明，他主动推掉了首领的位置，提议以宇文泰为主。从此赵贵成了宇文泰的重要支持者。即便如此，考虑到赵贵背后力量，仍旧不得不防。于是在这个组合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宇文贵的名字。宇文贵最早是属于北魏孝武帝的追随者，入关以后啊，宇文泰以自家宗室相待，宇文贵由此逐渐成为了宇文泰的嫡系。那么我们看赵贵的这个组合呀，同样是防范对象加嫡系的这么一个搭配。时间关系，对于其他柱国和大将军啊，咱们就不做赘述了，大家可以到评论区去一一讨论。简而言之，宇文泰利用柱国和大将军的组织模式，大大削弱了各派系原有的独立性，让各个山头互相交错分化制约，从而使得宇文泰可以更为直接的对军队予以控制和驾驭。和府兵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两项措施值得特别强调一下。一项呢是恢复鲜卑旧姓和对部分汉人赐姓，另一项呢是解决上流社会比较重视的门第郡望问题。先前咱们讲过，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，将鲜卑复姓啊改为汉族单姓。可到了宇文泰这时候，他手下将士既有鲜卑人也有汉人，为求长治久安，打破胡汉之间的隔阂，先是在大统15年命国中代人全部恢复鲜卑旧姓，又在5年后命令府兵系统内不分胡汉一律使用鲜卑姓氏。比如于锦是鲜卑兀钮于氏，恢复旧姓后呢，就是兀钮于锦。唐高祖李渊的爷爷李虎被赐姓大野氏，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如氏。恢复鲜卑旧姓是比较容易推行的，也正是反对汉化的鲜卑勋贵们啊所希望的。相比较而言，让汉人改从胡姓是比较难的，因此宇文泰有选择性的以赐姓的方式笼络汉族豪强。没想到最终的实际效果啊，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。很多汉人不论氏族庶族，全都跟着改从鲜卑姓氏，胡汉之间的矛盾啊得以大大缓解。复姓和赐姓的同时，宇文泰命诸姓子孙以有功者为宗长，转录谱牒皆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。不管你是代北人也好，是跟随孝武西奔的洛阳人也罢，通通落户关中，以后大家都是关中人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，宇文泰改郡望的措施意在断绝西迁汉将乡土之思，以此巩固军中团结。那么有大批出身相对寒微的汉族将领啊，趁机理正言顺地将其家世篡改为氏族高门，比如李虎改称陇西李氏，杨忠改为弘农杨氏。宇文泰通过复姓赐姓改郡望，让胡汉将士成为一体，让一部分人最终成为了统治阶级上层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关陇统治集团。就在宇文泰将西魏版图一再扩大，魏恭帝元廓顺利登基的第2年，50岁的宇文泰自觉年事已高，是时候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，于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那些子女。王妃冯异公主所生的嫡子宇文觉年仅15岁，按照宇文泰的想法呢，宇文觉是世子的不二人选，而姬妾姚氏生下的长子宇文毓已经23岁，是兄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。虽为庶出，可按照鲜卑立长不立嫡的传统，宇文毓理应更适合当这个继承人。但是宇文毓啊，迎娶了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为妻，
这让宇文泰不得不将独孤信的势力考虑在内，一时陷入两难抉择。宇文泰对独孤信的防范，咱们在前面有所提及。在府兵出见之后，宇文泰以侄子宇文导牵制独孤信。宇文导死后，他的儿子宇文亮继承了老爸的任务，继续对独孤信严密监控。可见宇文泰对独孤信始终都是很不放心的。这独孤信呢，也的确不是省油的灯。被调到秦州之后，就发愤图强，在秦州治理的井井有条，深受百姓的拥护。据说独孤信不仅能文能武，还仪表堂堂。说有这么一天他外出打猎，玩到城门快关的时候才往回走。暮色之下，纵马疾驰，他的帽子被风吹得有些歪了。不想这一幕被城中百姓看见，人们深觉独孤信歪戴帽子的样子恣意潇洒，别有风姿。第二天不禁竞相效仿，将歪戴帽子引领成了时尚。这就是独孤信侧帽风流的故事。书归正传，宇文泰苦恼继承人的生存问题，不得不跟独孤信把话挑明。西魏恭帝3年，宇文泰召集群臣商讨世子事宜。期间他说：“孤欲立嫡子，唯恐大司马有疑。”这大司马指的就是独孤信。此言一出，百官静默，就连独孤信也默不作答。尴尬之际，尚书左仆射李远站出来表态：“自古立子以嫡不以长，略阳公身为嫡子，立为世子，有何可疑呢？若是顾忌独孤信，请让我先斩了他。”说完，这李远便抽出佩刀，直奔独孤信。关键时刻，宇文泰连忙起身出手制止，说道：“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至于动刀割吗？”独孤信见状，不敢再装哑巴，立马说：“的确应立略阳公为世子，我毫无异议。”李远听罢，这才收刀回退。而他与独孤信口中的略阳公，说的就是宇文觉。很快，这一年的3月份，宇文觉获世子位；4月拜为大将军；9月，宇文泰在北巡归途的千崂山患病；10月份，还没等回到长安，他就死在了荆州的云阳宫，时年50岁。宇文泰本来是田无一城，众无一旅，治理西魏20余年，取威定霸，以弱为强，将西魏版图从最初的只具有关中平原扩展到南侵江汉，西举巴蜀，北控沙漠，东据伊禅。内循帷幄，外仗财雄，推至诚以待人，弘大顺以训务，推行6条治国，以府兵制改革军队。因此周书认为宇文泰足以与魏武帝曹操、宋武帝刘裕相提并论。美中不足是在继承人的培养问题上，宇文泰的水平远不及他的老对手高欢。世子宇文觉是一个毫无治国经验的15岁少年，相比于同为15岁的高欢长子高澄，以及装傻充愣、城府深沉的北齐国主高阳，宇文觉显然还是个懵懂少年，担不起什么国家重任。加之宇文泰赶不及替儿子立威造势，因此临死前他把自己的亲侄子，一直以来充当左膀右臂的宇文护召至榻前，临危托孤道：“我病情如此，必将不济。然诸子冲幼，寇贼未宁，天下之事只有托付给你了，你要勉力为之，以成武志。”宇文护听后，当下拜倒涕泣奉命，宇文泰就此撒手人寰。当时的人们谁也没想到宇文泰临死前的这个决定，在后来会掀起滔天巨浪。宇文护字萨宝，北史记载其幼方正有制度，特为德皇帝所爱。这里的德皇帝指的是宇文泰的父亲，后来被追尊为周德帝的宇文公。论出身，他是宇文泰哥哥宇文浩的儿子，是宇文家的直系亲属，是宇文觉的堂兄。论军功，史料记载其从太祖擒窦泰，赴弘农破沙苑，战河桥。年少时跟随宇文泰征战东魏，立下战功，晋封都督，靠着近水楼台的关系，步步高升。大统13年受封中山公，大统15年迁大将军，出镇河东。后来又跟随8柱国之一的于锦
出兵江陵，蹭到了俘虏梁元帝的功劳，官拜小司空。基于此，宇文泰将他这个有点政治斗争经验、行事作风神似自己的侄儿选为延续自己权力的渡桥。那么在宇文泰死后，宇文觉嗣位为太师、柱国大冢宰，宇文护奉命辅佐右主。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宇文护他的位置是很尴尬的，上面呢有一个傀儡皇帝元阔，下面手握重兵的几位柱国，除了已经去世的李虎，还有于锦、赵贵、独孤信、李泌、侯莫、陈崇这5人都还健在，而且随便拉出来一位也比宇文护有号召力。所以宇文泰的死讯一经传开，朝中很快就出现了群公各图执政、莫相帅府的苗头。思来想去宇文护深知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要取得于锦的支持，于是赶在群公会议之前深夜密访。作为宇文泰生前心腹重臣、柱国大司寇，于锦除了善于用兵，政治上也很有头脑。他见宇文护来找自己呢，当即表态说：素蒙丞相书卷，情深骨肉，今日之事，我定当以死相争。若对众定策，你千万不要辞让。第二天群公会议上，于锦慷慨陈词：昔年地势轻微，人徒问鼎，宇文丞相志在匡救，投媚和歌，如此才有今天国祚中兴、百姓安宁的局面。今上天降祸，丞相不幸早逝，四子虽幼，而中山公亲则有子，兼受固托，军国之事，理须归之。于锦辞色抗力，在场的众人无不耸动。宇文护见状，赶紧接茬说：此事家事，素虽拥媚，何敢有辞？于锦见宇文护如此上道，愈加恭敬地说：公若统理军国，谨等便有所依。说完倒头便拜。独孤信、赵贵等人一看于锦都如此礼敬，也只好一一拜倒，算是勉强承认了宇文护的权威。那么除了于锦的力挺，宇文护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期取得先机，还要得益于宇文泰生前的布局。六柱国之一的李虎死后，其军权被宇文泰兼并。此外呢，宇文泰还扶持了尉迟迥、李远、贺兰祥等亲信执掌兵权，再加上于锦的支持，至少有1/3的府兵是由宇文家统领。这使得在宇文泰去世、幼主上位这样一个敏感时期，其他几位柱国已经没有人可以与之抗衡。那么这个时期别看宇文护表面上理直气壮，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仍是惴惴不安，恐生有变。只有让宇文觉早登大位，与群公定下君臣名分，让宇文氏能够彻底凌驾于各位柱国之上，如此才能稳定宇文家族的地位。很快在宇文护的操纵下，魏恭帝元阔被赶下了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宇文觉，在公元557年正月初1受禅登基，改国号为周，史称北周。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宇文觉并没有采用华夏传统称帝，而是采用了苻坚、姚兴等人使用过的天王称号。天王以下最高爵位是公，宇文护官拜大司马，受封晋国公，一时之间朝堂上下一派平和景象。然而平和只是表象，一场搅动北周国运的权力斗争已经拉开帷幕。北周立国在外人眼中是普天同庆，私下里北周朝堂却波涛汹涌，暗流涌动。时任六柱国之一的开国元勋楚国公赵贵对于宇文护肆意摄政、独断专权相当不满，暗中没少找魏国公独孤信去发牢骚。终于在某一天，二人密谋伺机诛杀宇文护。可是两人并没有在谋杀计划上达成一致，赵贵想要动手，独孤信劝阻了他。然而如此重要的事情两人竟然走漏了消息。宇文护得知密告后，当机立断，在赵贵入朝期间执而杀之。独孤信先被免官，而后被逼自尽。可怜独孤信一生育有7个女儿，其中3位都被尊为皇后。北史说她是3代外戚，自古以来未之有也，竟然也落得如此下场。
不久后，宇文护接任大冢宰，贺兰祥、达西武分领大司马、大司寇，元老势力被逐步打压，宇文氏开始一家独大。可是外部矛盾得以平息，内部矛盾却越来越尖锐起来。北周大权完全掌控在宇文护手中，这引起了16岁的天王宇文觉的不满。宇文觉其人，嫡子出身，母亲是北魏冯异公主，7岁获封略阳郡公。当时有善于面相者史元华为他看相，私下告诉他的亲人说，这位公子有至贵之相，但恨不受耳。宇文觉登上天王之位之后，尽管治国经验不足，却天生刚毅果决。他对宇文护拉帮结派、擅权行事早有意见。宇文觉身边2位亲信李基、于毅被宇文护先后排挤，放了外任。一位名叫齐轨的仪统只是说了句兵马万机，须归天子，何因犹在权门，结果被人告发，宇文护下令将其处死。上位短短几个月，宇文护、宇文觉兄弟2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。正好此时久居要职的司会李直、军司马孙衡也担心日后会遭来宇文护的打压，干脆就拉上公伯尹福凤、贺拔提等人入宫密见宇文觉。几个人反复商议之后，挑选了一批心腹武士，在后花园演练擒拿之术，打算在宇文护入朝觐见的时候一举将其擒获。这多少有点像后来康熙设计捉拿鳌拜，同样是少年天子，同样是功高震主的权臣，不同的是宇文觉的设计和心思远没有康熙那么缜密。李直等人担心人手不够，就找来公伯张光洛参与密谋。可是这个张光洛表面答应，背地里却将暗杀计划全都密报给了宇文护。宇文护得知事情原委，深知这次想杀他的是当朝君主，不禁发怵，随即就将李直、孙衡全部外放边州。宇文觉年轻气盛，屡次想要将孙李2人调回，宇文护看不过，只能劝谏，说天下至亲不过兄弟，若兄弟自构嫌隙，他人何以可亲？但恐除臣后奸回得逞其欲，非为不处陛下，亦为社稷。意思是说，那些外人能比咱们兄弟更亲吗？你我兄弟有了矛盾都是内部矛盾，你除掉了我，只能让奸人得逞，不单单不利于陛下，你还会危及江山社稷。这话说的其实很到位，既是劝谏又是警告。可惜的是，宇文觉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不久后，在以福凤、贺拔提的撺掇下，宇文觉再次计划在酒席宴间直杀宇文护。奈何宇文觉不知道他这队伍里边还混着一个奸细张光洛。宇文护得知堂弟无论如何都要将自己弄死，对他是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于是就找了自己的2位表亲大司马贺兰祥和中领军尉迟纲商议此事。谈话间，贺兰祥一听就急了，说宇文家的江山怎可交到这糊涂人手里，竟要残害自己的堂兄。2人立刻认定宇文觉不是当明君的料，劝说宇文护要尽早动手废掉他。如此一来，宇文护派尉迟纲入宫假传圣旨，将以福凤等人诱捕到了自己的府邸。尉迟纲动用自己领军的权力，悉数调走了宇文觉身边侍卫。等到宇文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少数的宫女，不得已他发给宫女兵器，自己则躲进了内殿，巴望着有谁能来护一下自己周全。宇文护隐居幕后，让贺兰祥领兵突入内殿，逼迫宇文觉退位。由于无力抵抗，宇文觉只好乖乖听命，被他们带出王宫，软禁了起来。控制住局势的宇文护此时才召集群臣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他们喊冤，说先王岂自布衣，躬勤行政，勤劳王业30余年，奈何外寇未平，不幸辞世。我受先王顾命，与诸公拥立略阳公，革位兴州为四海主。然今上继位以来，荒淫无度，亲近小人，书记骨肉，大臣众将，咸欲诛矣。我虽死不足惜，却九泉之下无颜再见先王。
今我意已决，宁负略阳宫，不负大周江山。宁都公年得坚茂，仁孝圣慈，四海归心。今欲废婚立名，公等以为如何？这里的宁都公啊，指的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宇文泰的庶出长子宇文毓。大臣们一听宇文护早已打定主意，而且人人畏惧他的手段，纷纷表示此公之家事，敢不唯命是听。宇文护见大势已定，随即就将尹福凤等人推出斩首，又将李直、孙恒二人召回长安，一并论罪处死。不久后，又秘密处决了宇文觉。腾出王位后，宇文护派人去齐州，将时任齐州刺史的宇文毓迎回长安。公元557年9月24，宇文毓正式登上天王之位，是为北周明帝。史书上啊这样形容宇文毓，说他宽明仁厚，敦睦九族，有军人之量。然而宇文毓外表忠厚，其实内心极为刚强。虽被宇文护拥立当了天王，实则对他杀害宇文觉的做法相当不满。宇文毓的正妻是独孤信的大女儿，夫妻二人感情深厚。可惜的是，独孤氏红颜薄命，当上王后不足3个月，她便郁郁而终。应该说，在宇文毓上位后的前2年，他和堂哥宇文护基本上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。到了第3年，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。这个时候宇文泰的丧期已过，宇文护按照惯例上表归政。当然，这里他还留了个心眼儿，归还的仅仅是朝政，不包括军权。宇文毓也不装，欣然接受。亲政后，宇文毓的行动大体上还是比较谨慎的。先是亲批甲胄巡阅6军，宣示领袖地位，而后任命自己的弟弟宇文邕为大司空。不久后，宇文毓采纳崔繇的建议，以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为由，废掉天王制而称皇帝，改元武成，追封自己死去的嫡弟宇文觉为孝敏帝，又以16岁的皇帝宇文宪为益州总管，出镇蜀中。这一系列政令举措和人事任免让宇文护越来越沉不住气。和刚毅果决的宇文觉相比，正值壮年的宇文毓明敏有胆识，如果再不采取行动，恐怕手中大权将会被一步步夺走。思虑再三，宇文护决定先下手为强。可是宇文毓所作所为让人无可挑剔，明面上没有借口就来阴的。于是武成2年4月，宇文护指使善部下大夫李安在御膳中下毒。宇文毓因为吃了糖堆中毒，毒发至少20多天之后才撒手人寰。他自己深知是被宇文护所害，但是并没有对此过分纠结。在清醒的时候，他选择召集王公大臣们，口述700余字遗诏，对自己死因只字未提，只说今乃命也，夫妇何言，并指明今大魏虚旷，社稷无主，朕而幼稚，未堪当国。鲁国公雍，朕之芥蒂，宽仁大度，海内共闻，能弘我周家，必此子也。传位给自己弟弟宇文邕的同时，还不忘叮嘱群臣要用心辅佐新君，有始有终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们通过宇文毓700多字的遗诏，能感觉这个人深明大义，宽厚仁和。本来是个明君，可惜了年纪轻轻，中途遇害。5月20，宇文毓崩于延寿殿，时年27岁，谥曰明皇帝，庙号世宗。短短几年，宇文护连杀3位帝王，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的。那么由于宇文毓的遗诏在先，宇文护不得不拥立宇文泰第4子18岁的宇文邕登上帝位，是为北周武帝。按排行，宇文邕是宇文毓的4弟，幼年时就聪慧机敏，很有才气。宇文泰曾说他成武智者，必此而也。宇文毓对他的评价也很好，说他夫人不言，言必有重。这个人话不多，但只要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。这样的人当了皇帝，宇文护自然是12分警惕。
可让他大感意外的是，被明帝宇文毓寄予厚望的宇文邕上台之后，比明帝更像个听话的木偶。他的新年号是保定，非常谦逊。数年之间，除了和儒生文士谈玄论道，偶尔参加一些祭祀活动之外，对国事几乎是漠不关心，全部交由宇文护处理。在宇文护面前，宇文邕总是表现得十分谦卑恭顺，诚惶诚恐。就连觐见太后，每次太后都会赐座给宇文护，而宇文邕呢，则始终在边上恭顺地站着。除了处处推崇尊重之外，宇文邕还专门下诏规定，诏告文书不得直呼晋文公名讳，极力满足了宇文护的权力欲望和虚荣心。一转眼，宇文邕在北周称帝已有13个春秋。在这期间，除了竭力讨好宇文护之外，他还做了一些和政治上不怎么相干的事情。比如他在保定5年3月迎娶了突厥木干皇后的女儿阿史那氏。再比如他拉着宇信、王褒这些南朝来的文士写诗作画，养花逗鸟。更在天和4年的时候鼓捣出一种名为象戏的游戏，还专门编了一部象经，在朝中大力推广。据说周书上记载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正史中第一次提及象棋这个东西，因此后人推断周武帝宇文邕就是中国象棋的发明人。不管是结婚也好，搞象戏也罢，宇文护对这个整天沉迷游戏的公子哥完全放松了警惕。即便他2次征伐北齐全部失败，宇文邕也没有以此大做文章。对待宇文护的老母，宇文邕更是每逢年节亲自登门行家人之礼，给足宇文护面子。北史称其为荣贵之极，震古未闻。这所有的一切让宇文护卸下了所有防备。作为提线木偶的宇文邕实在是太听话了。13年的时间，主相和平共处，双方似乎都忘了前2位君主的凄惨过往。直到天和7年3月里的一天，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，宇文邕宫中设宴为其接风。入宫后，2人像往常一样一起去拜见太后。宇文邕边走边说，太后年事已高，却酷爱饮酒，常致喜怒无常，我虽劝阻多次仍无效果，今日请兄长也一起劝劝他吧。说完就从怀里边掏出一卷酒告，说请以此文劝谏。本是家中小事，宇文护心中无疑，欣然答应，接过文章来到太后宫中见礼寒暄落座，然后就一字一句地念起了酒告，以此委婉劝老太后要稍加节制。就在宇文护全身心沉浸在文章的时候，站在一旁的宇文邕趁其不备，用足全力抡起手中的玉挺，朝着宇文护的后脑勺啪的一声，宇文护应声倒地。这玉挺是天子所持的玉制护板，1尺多长，单手可以拿握，攻击效果堪比现代的板砖。这一击饱含了宇文邕13年的隐忍和愤恨。宇文护直接被打晕在地，宇文邕赶紧叫太监何权用玉刀去了结他。可这何权心理素质太低，哆哆嗦嗦砍了几次也没砍到要害。就在这个危急关头，事先躲在门后的宇文邕的亲弟弟宇文直突然冲出，一刀结果了宇文护的性命。事后宇文邕以雷霆手段擒斩了宇文护的几个儿子和心腹党羽，其余宇文护一党的文武大臣也相应罢免调整，朝堂上下自此焕然一新，北周从此真正进入到了宇文邕的时代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，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悠悠南北朝的第18期。喜欢别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